有一本書，天生就會跑，在跑步的人應該或多或少都看過或者是聽過這本書。書裡面顛覆了大家對於跑步要穿鞋這件事情的看法。不過我們今天先不討論光腳跑步到底好不好，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跟你分享一件事，那就是鞋子的保護確實會讓我們的腳掌肌肉弱化。腳掌肌肉弱化會怎麼樣呢？回答這個問題之前，我想邀請你做一個測試，單腳站看看，你能站幾秒呢？我準備了一份年齡對照平衡表，測完了別忘了在留言區跟我分享你的平衡感現在是幾歲呢？如果你發現自己一直晃來晃去，甚至站不到自己年齡該有的時間，就很有可能是腳掌的肌肉弱化了。腳掌肌肉弱化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腳趾頭會不靈活。別以為腳趾不靈活不會怎麼樣，我們的腳趾是身體很重要的防跌系統。腳趾不靈活的人不僅容易扭到腳，還會常常跌倒。今天這部影片我會帶你認識總是被我們忽略的腳趾，接着再跟你分享5個超實用的腳趾訓練法，幫你防跌倒、抗扭傷。如果家裡有長輩，也可以幫我把這支影片推薦給他們哦。腳趾在我們大腦控制區裡，雖然不像手指佔比那麼多，但卻跟肩膀、膝蓋、手肘這些部位差不多。不過我們要抬起肩膀、手肘、膝蓋就很簡單，卻很少有人可以輕鬆地把腳趾頭動一動。為什麼讓腳趾分開動一動會這麼難呢？還不是因為我們從小就穿着鞋子，把腳趾包得緊緊的。時間一長，腳趾跟大腦之間的神經連接也就慢慢弱化了。那弱化的腳趾會怎麼樣呢？要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前，我想先帶你認識一下我們足部的肌肉。足部是指我們腳的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，這些地方的肌肉可以分成外在肌群還有內在肌群兩類。外在肌群顧名思義就是從外連到內的，他們負責腳的大動作，像是背屈還有直屈。不過我們今天的主角不是外在肌群，而是那些被鞋子弱化掉的內在肌群。內在肌群它們很小很精緻，負責腳的細微動作，像是撐起足弓、分開腳趾這些。如果內在肌群弱化，這些功能就會變成由外在肌群來代償。但這可是用大肌肉代償小肌肉，就像你叫浩克幫你穿針的線頭一樣，大力量做這些精細的小動作，會變成用力過猛，不但動作不精準又僵硬，還可能會越幫越忙，讓腳變得更容易扭傷。那說到扭傷我就不得不提到一個重要的知識點：本體感覺。本體感覺就像是大腦的 GPS 定位系統，你看不到自己的鼻子，但是能摸到它，靠的就是本體感覺的定位。足部也有本體感覺哦，而且它的本體感覺可以說是超級重要的，因為它直接接觸地面，代替眼睛回報給大腦關於地形、壓力、身體重心的資訊。這些資訊能和腿部的本體感覺同步，讓我們走路、跑步的時候可以保持平衡。而整個足部中，腳趾頭的控制力又尤其重要。腳趾控制力越強的人，平衡能力越好，越不容易跌倒。剛剛那個單腳站的測試，你把腳趾頭抓緊地面，再測試一次，你會發現馬上變得更穩了，對不對？那說了這麼多，現在你應該很想知道自己的腳趾頭靈不靈活吧？跟我做幾個腳趾測試就知道嘍。第一個，四指不動，單獨抬起大拇指。第二個，大拇指不動，單獨抬起其他的4指。第三個，用大拇指還有小妞妞像彈鋼琴一樣依序放下來。第四個，用腳趾把東西抓起來。只要這些動作你做起來有些困難，那就代表你的腳趾頭需要接下來的靈活度訓練嘍。這些訓練也不難，目的只是要讓腳趾還有大腦的神經重新連線。練好之後再去運動，你會馬上感覺腳的抓地力變得更好哦。毛巾抓握，一開始準備一條毛巾放在腳下，用腳趾抓住毛巾，將它拉向自己，然後放開，重複這個動作20次。熟悉動作後，可以在毛巾上放重物來增加阻力。同樣用腳趾抓住毛巾，拉向自己，再放開，重複這個動作。這個訓練能有效地練到腳趾的彎曲肌肉，還有足底的小肌肉，是個很好的腳趾抓握訓練哦。腳趾剪刀石頭布，這個動作顧名思義，就是讓腳趾做出剪刀、石頭、布的動作。首先先做石頭，把每個腳趾都彎曲起來，接着讓5根腳趾大大的張開，讓每根腳趾互相分離，這個呢就是布。最後大拇指向下壓，其他4根腳趾向上翹起，這個動作就是剪刀。現在讓我們一起練習一遍剪刀。
石頭、布，反覆12下，1天做3組。這動作可以訓練到每個腳趾頭分開的能力，這對於腳趾的抓握還有靈活非常重要。彈鋼琴訓練，這個動作顧名思義，就像用腳趾頭彈鋼琴。一開始將腳平放在地上，保持腳跟不動，接着將每根腳趾翹起來，從大拇指開始往下壓，接着是小指頭，接着是2、3、4指。就像彈鋼琴的手指動作一樣，完成一輪後還可以反向進行，從小指開始，再來大拇指，再來2、3、4指。這個訓練能提升每根腳趾的獨立控制，增加我們腳的協調。毛巾墊腳尖，落腳跟。一開始找一個階梯，將腳掌前半部踩在階梯上，腳跟懸空和腳掌平行，在大拇指下方墊毛巾。這動作不但能刺激腳趾的本體感覺，還能伸展腳趾彎曲的肌群。接着用大拇指球向下出力，將身體墊起來，維持10秒。過程中盡量將腳趾向前延伸，不要讓腳趾縮起來哦。這邊也要注意，墊腳尖時膝蓋要保持伸直，不要彎曲。10秒後，慢慢將腳跟放下，盡量讓腳跟降到大拇指球下的位置。當腳跟下降到小腿後側緊緊的時候，就停留10秒。然後再慢慢墊起來，無論是下降還是上升的動作，都要慢慢來，重複12次，1天做3組。身體適應後，還可以用手拿着啞鈴增加重量。剛開始練習的時候，因為足底筋膜剛被拉長，可能會感到有些不舒服，可以先縮短上下移動的距離，不需要墊得太高，循序漸進就好。腳踝剛性訓練，在旁邊放一張椅子，弓箭步站，前後腳大小腿都要呈現90度，前腳墊腳尖，墊的高度盡量維持45度，重量要落在大拇指球哦，後腳也要墊腳尖，腳底與地板呈現90度，身體垂直地板，停留在這個位置30秒。接着熟悉之後，身體直上直下。上下移動的時候，前腳腳跟不要往下掉，後腳腳跟也不要往後踩。重複12下，1天做3組。今天這部影片，你知道了，腳趾頭的靈活對我們的平衡能力至關重要。只要腳趾靈活，可以讓腳做出更多精細的控制動作，還會大幅降低跌倒、扭傷的風險。今天的影片每天練1次，最久2到3個月之後，你就能找回腳趾頭抓握還有分開的能力。然後你可以再單腳站1次，重新對照我影片開頭提到的平衡表，在留言區跟大家分享你單腳站的時間進步了多少呢？我們的基因裡面都還記錄着我們在大草原奔跑的樣子。雖然我們發明了鞋子來保護雙腳，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就只能接受腳趾能力退化的這個選項。很多人剛開始做腳趾運動時，動都動不了，這很正常哦，別着急，沒關係，多練幾次就好。每個人一定都可以讓腳趾重新和大腦接上線的。那以上就是這部影片的所有內容嘍。如果你覺得對你有幫助，也請你幫我分享給你不希望他跌倒的長輩或是朋友，這對我有很大的幫助。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嘍，拜拜。